是从这里解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不完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我是杜弟，圣济医学院妇产科专业博士毕业，目前是圣济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医师。我是吴从瑞，我跟杜弟同学8年，目前同为圣济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医师，是闺蜜，也是竞争对手。护士长好，哎，你们赶紧去3号产房看看吧。那个没用的夜莺当晚班，这产妇1晚上还没生出来，输液都急死了，别整成医疗事故了。我这先忙交班，你们发现问题赶紧找2线或者3线。好。你使劲啊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！使一晚上劲儿了，你行不行啊？不能再这么生下去了，剖吧！我们不剖。昨天我跟你们说要剖，你们说能顺，就是不让剖。这疼了1晚上，罪也遭了。跟我说要剖，感情你们是让我媳妇遭2辈子罪是吧？这怎么剖啊？他说叫你们大医生都还没来呢。来，让我看一眼。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顺？赶快送手术室啊！胎心已经不稳了，羊水还那么浑浊你。干什么呢你啊？我是接班医生，你聋啊！我说不剖，必须剖，赶紧的。你知道我最害怕跟家属沟通啊，你给我听。喂 ，Hello， 魏伟哥。报病房太学校想要受产。哎，慢点！现在得记录一下。你们等等我，慢一点，你们等等我。 2条命等你啊！哎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不行就别在圣地干了，别一天天的光让其他住院医师给你擦屁股。没见过那么不长进，就你这样还想规培出科，这不可能的。情况怎么样了？ 2线还没来。从瑞去叫黄主任了。黄主任，你慢点，小心胎儿啊！没事，13周了，胎稳了，快！那我们等黄主任来了才做啊？现在胎心多少60。还在往下降，孩子快要窒息了，来不及了，我主刀吧。这怎么行啊？你是住院医师，上级指导医生不在的情况下，你不能单独主刀。根据规定，孕妇有生命危险而上级医生又赶不到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做这个决定。救人要紧。哎，黄主任来了，新生儿复苏的设备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现在有窒息危险，必须赶紧跑，救命要紧。我们新生儿科准备好抢救了。不等了，上麻醉。好。啊？怎么偏偏这时候电梯坏了？爬楼梯。夜莺这个蠢货，我绝饶不了他。规培2年，还判断不出什么时候继续顺，什么时候该去剖，蠢就算了，还不及时呼叫2线，气死我了！也不知道多迪一个人能不能顶住呀？加速！
手术时间早上9点10分。生命体征平稳。手术开始。台下准备，2科医生，准备输孩子。胎儿自主呼吸微弱。肾上腺素，先做心肺复苏。1、2、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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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。孩子怎么样？黄主任，生理体征平稳了。继续缝合，我指导你。真的没必要庆祝，大家平时工作也挺忙的。住院总一满就被评了主治医师，这可是火箭的速度呀，怎么能不庆祝呢？必须得庆祝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们来了。黄主任来了。黄主任，恭喜你进香。哟，这是叶医生张罗的。叶医生，你看你真是热心，人女朋友杜弟忙着手术，您忙着给人男朋友庆祝升职，真是团结友爱的好同事。那个，我们快吃蛋糕吧，我给你切蛋糕。来。这有什么可庆祝的？聘了主治还得干住院总的活，还不知道要干几年。哪位医生，对年轻人要多鼓励，丧气话少说几句。恭喜你啊！恭喜。正如林医生说的，现在医院人手紧缺，而且你们还没有出科，我还是得继续做住院总的工作，至少1年吧。那也比没评上要好。也是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。听说林卫今天又给贵妃生泼冷水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就那毛病，一天不说怪话就嘴痒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想跟你商量一下人员的事。现在李军霄人是升职了，但是工作还没有升。你也知道，咱们科现在就2个住院总，升了一个，另一个总不能不吃不喝不睡吧？所以你看看咱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住院医师能接任下一任？原则上来讲，规培结束以后要再工作个几年，经过第2轮的培训，才能当上住院总。这些我知道，但是现在不是急着用人吗？如果有优秀的、合适的住院医师，先顶上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你看，哟，刀口这么小，缝得这么精致，这谁缝的？杜弟，尽早产妇产力衰竭，孩子胎心下降，羊水浑浊，在产妇生命危急、2线又没赶到前，杜弟立刻做了转剖宫产手术的决定，不但漂亮地完成了手术，缝合的刀口还很完美。杜弟的技术已经好到这种程度了。是啊，毕竟是张主任的学生嘛。所以论技术的话，下一任的住院总肯定是杜弟。但是住院总不光要技术好，还需要有强大的沟通协调能力。不光要跟家属沟通，还要跟全院各个科室沟通协调。杜弟这个人啊，太硬太轴了，老跟家属吵架。不能剖。为什么？没有指征就不能剖。啥叫没指征啊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就听医生的。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别哭，闭上嘴呼吸，集中注意力。有哭的劲儿就有生的劲儿，使劲儿！1、2、3。
10。来，加油，使劲儿啊！放松放松，再使劲儿！不行，太疼了，我感觉我生不出来。医生，要不咱们剖吧？射呢是当时疼，剖呢是事后疼。你又年轻，产力又足，肯定有体力生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加把劲儿啊！你要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自己的宝宝呀。他在努力出来呢，你也要努力，是不是？孩子出来了。你看，生出来了，是不是努力没有白费的啊？像你啊，眼睛特别大。你是我见过最温柔、最专业的医生。那是妈妈自己辛苦、自己努力的付出啊。吴聪瑞的沟通协调能力倒是合适，他这个人脑子机灵，嘴又甜，遇到脾气不好的家属，撒娇、耍赖、装哭，他都能干得出来，让人家也不好意思发脾气，能解决问题。可是技术呢，跟杜弟比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你说这2个人能合成一个就好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咱们这一届里头，规培一结束就要选出一个住院总来，但只有咱们2个人希望是最大的。你想当住院总吗？住院总，当然想啦，这样能省好几年的时间呢。当1年住院总就可以争取被聘主治，当上主治那才算是真正的医生。咱们学了这么多年，为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可是我也想当，怎么办呀？我想要好几年的宝宝也没怀上，现在我也不想纠结了，想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。公平竞争吧。好像也只能公平竞争了，我不会让你的哦。我也不会。笑什么？你行你上。你这么打根本打不赢。来，姐姐带你玩。姐姐，成年了吗？你就姐姐？这江湖地位跟年龄无关。来。李小啊，哎，到你了。啊，哎，叫我了，打快点。赢了。人家得大神带着才能升级快。快去吧。你等我出来，我们再战。快去快去。你抢。坐。什么情况？怀孕。哦，这么巧。马上19了。还没结婚吧？没有。是在我们这儿见到的吗？什么是见到？我要打胎。以前打过吗？没有。先去做个妇科检查，看看有没有打胎的条件。一会儿去查个血 ，HCG， 再做个 B 超。去床上躺着吧。好。林医生可以了。等结果出来，你再过来一趟，到时候我告诉你去哪办手续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谢谢。又是一个被男朋友欺骗的女孩，最后受罪的都是女人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？你觉得吗？先观察，风险是有的，但是不用太担心。王主任，谢谢您能收我啊！我在网上查的，好多人都说，孕妇要是有疑难杂症，一定要找圣济的黄主任，说您是产科圣手，送子观音。哇，这么多人找您，您不收我？
我哪有那么神啊？你的情况呢是肯定要收的。黄主任，聪瑞，李然，这是我的学生吴聪瑞，我把他派给你做管床医生，日常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。啊，吴医生你好。你好，聪瑞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情况？血压太高，风险很大，晕了好几天了，盯紧点啊。这不像人身高血压吗？最普通的病了，干嘛特殊交代啊？什么情况？讲讲。看着也不像。嘘，她老公不是个善茬，不好搞，交给别人我怕对付不了。你脑子机灵，嘴又甜，好沟通啊。交给杜弟，我怕会打起来。这么厉害呢？总之你盯紧点。我去做手术了。放心，黄主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有人陪同你来吗？应该有人陪同，还是不应该有人陪同？最好有人陪同。有的，我刚才还一起打游戏呢。那就好，你不能打胎，幸亏你来得早。B 超报告显示你是宫外孕，胚胎没有落在子宫里，很可能是在输卵管。你现在需要的是立刻做手术，宫外孕非常凶险，一旦输卵管破裂，生命都有危险。马上办住院手续吧，通知家属进来签手术同意书。这么严重吗？医生，那个做手术是不是比打胎要多花钱？我看你医保也不在这儿，是需要多花一点钱的。那我能不做手术吗？必须做手术。可是人家只给我打胎的钱，要是我再找他要的话，他会骂我的。谁呀？还是人吗？我帮你去跟他说。不用，要不您看，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，我还能坚持多久？我跟你仔细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现在必须要立刻做手术。你们谁是李巧的家属？有人陪李巧来吗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你啊，还有心情在这儿玩手机？你知道你女朋友受我多大的罪吗？不知道。生理卫生课上过吗？让女孩怀孕了不肯出钱，你算个男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女朋友怀孕现在不肯做手术。你说李巧儿啊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怎么？骗小姑娘时候就是女朋友，现在怀孕了就不是女朋友了，撇得够快的呀你！哎，医生，你别骂他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们今天刚认识。你就别护着他了。她真不是我女朋友，我是来找朋友的啊，我们刚才一起玩了2局游戏而已。真是误会。哦。等一下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前面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我的大白，这双鞋很难买的。我是为了见魏伟哥才第一次穿的。是你，妇产科的那个女医生。你认识我吗？别跟我套近乎。既然你不是家属，那就麻烦你不要占用我们妇产科的座位资源，请你离开。杜地医生是吧？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啊，火气还这么大，建议你看一下内分泌啊，免得影响病人情绪。谢谢你，现在请你离开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来。什么人？哎，你等等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你能不能看在我带你升级的份上，借我点钱？好点没？啊，还是晕。哦，这位是我的管床医生吴医生，这是我老公。他这个头晕跟孕期同房没关系吧？这个头晕跟你们干的事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。他呢，我们要抓紧时间给他降压，他是妊娠高血压，所以怀孕期间呢要吃清淡的东西。
清淡。麻辣鸡翅算吧。这位家属，您是怎么认为麻辣鸡翅跟清淡2个字有划等号的可能性的？她怀孕期间你都给她吃什么啊？她口味重，她喜欢辣的呀，不是说酸儿辣女吗？川菜、湘菜什么的我都给她买。怀孕了还吃重油重盐的外卖，你这个老公也太不靠谱了吧？你就没有跟你老婆一起去上产前课啊？产前还上课？你妈妈、你丈母娘就没给你交代过什么？有一句曾经特别流行的话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中文的、英文的？中文的。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的哟。那你吞了吗？我吗？不知道是谁在门诊说谎，结果在病房门口被堵得现着。哎，你，刚提醒过你要空腹的，你当男朋友怎么回事啊？不能提醒一下他吗？不是说过了，我不是她男朋友，我只是陪朋友办个住院手续而已。朋友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今天刚刚认识的朋友。对啊。你这个人好闲啊！工作日跑到妇产科的门诊来闲逛，顺便认识了一个朋友，还要顺便陪朋友来住院。做手术应该你也要陪着吧？手术费应该也是你交的吧？那应该不会，我还要去见个朋友，手术我就不陪他做。你这人真让人火大！你这个人真是阴魂不散。医生还做不做检查？做，这个单给你看一下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交钱啊？刚才已经交过了。现在开始害怕了？一个人待在医院，害怕是正常的。打电话叫你男朋友过来陪你吧。刚才那个哥哥真的不是我男朋友，我没住过院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求他帮我。等他办完全部的手续，以后就不会再来了。真的？你不是包庇他？真的，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博士，我哪配得上那样的男朋友？就他那样还博士？那你真的男朋友呢？叫他过来吧。他说了，给了我打胎的钱，就叫我以后不要再去找他。什么男人啊？要不要脸？医生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我刚问别人借了点钱，应该付得起手术费的。还是要有家属在，万一在手术途中出了任何的问题，我们也好跟家属及时沟通。真的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就听天由命吧。距离手术还有点时间，你还是尽量叫家属过来吧。芳瑞姐，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？哎呀，住院医师睡得再好也睡不够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不干了。冯医生在新生儿科发展的这么好，年纪轻轻就是副主任医师，有这么靠谱的老公，你这么累干什么？除非你的老公就是刚才那种，那就累了，一辈子都不着调。你勤给他测着点血压，妊娠高血压可不是小事儿。我看她那老公啊，可是指望不上。医生，医生，我老婆很快就会出院吧？目前还不能确定。我有点事儿要出去1个星期，不会要住1个星期吧？难说，您必须得出去吗？那谁照顾她呢？家里没别人，他说自己他能行。但是来了，兄弟在楼下等我，你有什么事打我电话啊？但是血压没有控制住，打我电话，你早点回来。哎，什么人啊，真是不靠谱。啦啦啦啦！你吃力疯了？啦啦啦啦！我今天接生了7个宝宝，7个哎，整整1对的葫芦娃。这是我入院以来接生最多的一天。每当我看到宝宝诞生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是幸福感爆棚的。虽然身体上累点，但是心里的成就感还是很幸福的。我当初选择妇产科真的是无比的正确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工作比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更有意义。意义就是累死你。一个难产的给我搞了1下午，连医生的手术我都错过了。几点了？8点。啊，那我得赶紧走了。李俊熙还叫我去他家吃饭呢。哎，还约你去他家吃饭？他要向你求婚吗？
会吧？怎么不会啊？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有邀请你去他家吃过？那是因为太远了，5环外还有2个室友，来回就得2个半小时，有那个时间睡觉不香吗？所以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他今天升职，哎，是不是想搞个双喜临门？他要跟你求婚，你答应吗？这怎么还犹豫呢？你们2个人可是全世界最稳定的一对了。还有啊，你可要小心，现在多少单身的护士和医生对李俊霄虎视眈眈的。你要再不跟他结婚，小心他被别人抢了。你也太夸张了，我怎么不知道有人喜欢他？一点都不夸张，我看叶英就有那个心思。你真的觉得现在是我们结婚的好时机吗？怎么不是好时机啊？我想聘了主治以后再结。你们俩一个住在5环外跟别人合租，一个住在离医院那么远的地方蹲地下室，2个人在一起结了婚，能住得好一点，生活成本也降低了，多好呀！如果结婚只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，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我还是想等工作稳定了之后再说。人生走每一步都要自己想清楚，不能被外界因素影响。没有什么因素能影响你们结婚。你们2人从大学到现在都已经谈了5年恋爱了，话说也赶紧要办了，什么年龄就干什么年龄该干的事儿。29了也该结婚了，知道吗？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黄主任了。不跟你瞎扯了，我走了。答应他 ，Yes you do。来了。怎么点上蜡烛了？这么浪漫。房东说要把房子卖了，逼着我们搬家。我哪有时间搬家呀？我那2个室友搬走之后，他就把屋子里的电停了。我本来还说今天买了菜和肉想给你做饭吃呢，结果都浪费了。不过我点了外卖，马上就送过来。折腾那么久还点外卖，你点什么？我们2个第一次约会，吃的小龙虾。最近小龙虾那么贵？小龙虾虽然不适合今天晚上的气氛，但我觉得毕竟有纪念意义。徒弟，今天晚上虽然没有电，但屋子里这些蜡烛，我觉得更浪漫。嫁给我吧。我现在存款只够买这么大的，等我涨了工资，我一定努力攒钱给你还一个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起来。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等工作稳定了以后再结婚。怎么稳定了？我今天知道被聘主治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跟你求婚。可是我还没有，我才第2年轮转，还有1年才结束规培。而且我还要跟聪睿一起竞争1年后的住院总呢。那你还跟他争什么呀？让给他就好了。只要你能保证规培考试顺利通过，肯定能留院。咱们先结婚生孩子，以后再慢慢往上走嘛。要不然你看，你1年住院组，1年规培，结束之后你都31岁了，万一要像我一样，一时间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住院总的位子，再耽误2年，那不就成了高龄产妇了？亲爱的。亲爱的，咱们2个都是医生，如果想要组成家庭，肯定会牺牲一个人的事业进度的。女人嘛，早晚都要结婚生孩子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耽误工作，所以挑选时机是没有意义的。我都想好了，如果我们第1胎生的是女孩，等她2到3岁的时候，我们再假生一个，正好1男1女，凑个好字。徐潇，我还没有答应你的求婚。对，我刚才一着急给站起来，把程序走了。哎。
我想兼任住院总。为什么？我想用最短的时间结束初级医生的阶段，然后在最顶级的妇产科做最顶级的医生。这是我在大学里确定妇产科方向的时候就定下的目标，而且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我知道你的偶像是林巧稚，但是你做不了林巧稚，她终生未嫁，你也要学她吗？我不是什么都要学林巧稚，但是在事业的上升期，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让我选择终止，去生孩子、照顾家庭，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往前奔跑，我却什么都不做，我做不到。而且生孩子耽误的不是1、2年，起码有4、5年都不能好好工作，那我的事业拖延的就不只是4、5年了。那你就想做高龄产妇？30几岁不算高龄。怎么不算？你好歹也是妇产科医生吧？虽然现在有很多40多岁的女人结婚生孩子，但她们身体发生那些问题和20多岁的姑娘能比吗？你见过有几个20多岁有妊高症的？咱们2个都是医生，就别自欺欺人了吧。而且现在不是说让你终止，是让你暂缓2年，为了家庭。我已经是主治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暂时放弃竞争，好好照顾家庭呢？为了家庭，就要放弃另外一个人的梦想吗？难道我的事业不值得被尊重？事实就是，女人你只要想生孩子、想照顾孩子，一定会拖累工作，要不然你就像林巧稚一样。原来我在你眼里不是一个平等的人，只是一个有子宫的工具人而已。凭什么一个有实力的妇产科女医生就要把生孩子、照顾家庭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呢？行了，你就别跟我争了。事实就是，女人，尤其是女医生，是不可能做到工作与家庭两全的。你只能选一个。你不要以为你把招娣的娣改成皇帝的帝，你就是女皇了。啊，就算咱是女皇，你不也得生儿子拼命继位吗？李俊霄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重男轻女，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说我的名字是为了招来一个弟弟。我一直以为选择妇产科的你，是一个懂得尊重女性的人，看来是我想错了。今天你的求婚，我不但不能答应，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我们2个是不是适合在一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等等，杜弟，你如果今天从这扇门走出去，我李继霄以后绝对不会再向你求婚。我先用卫生间。葫芦娃谁啊？老公，哎，有了。老公，你是不是高兴都不会笑了？不应该啊！上个月咱们俩都休息的时候就来了那么1次，不会那么准吧？那你看，这都是我的努力和葫芦娃的加持。跟葫芦娃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懂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孩子的小名呢就叫葫芦娃。哎，那你还竞争住院总吗？对啊，1年以后的规培考试我都不能参加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来，我给你分析一下。妇产科现在人手奇缺吧，加上田主任刚刚上任，上升通道肯定没有之前那么紧。应该说，这是盛济妇产科有史以来升职最容易的阶段。如果咱们现在不生孩子，1年之后出科，再干1年住院总聘主治，再加上你的导师刚好又是最资深的黄主任，赶上个好的科研项目，很有可能连续快速上升。但如果咱们留住这个孩子，2年之后再继续规培，再干1年住院总，小4年出去了，4年之后该占的位置可都被别人占满了，到时候有可能你再想怎么努力都没用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到底是要孩子，还是要事业。要孩子。
黄主任要查房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各位家属，这位是我们的科室主任黄主任，特意来看看大家的情况。黄主任好。你好。一床25岁，主因停经13周，恶心呕吐6周，加重1周入院。既往月经规律，停经34天，查尿 HCG 确定妊娠。停经40天出现恶心、伴间断性呕吐，无伴随腹胀、腹泻、发热等症状。脉搏加快，全身检查有轻度的脱水症状，符合妊娠剧吐的症状。我记得你。昨天是我收入院的，当时尿酮体是每100毫升150，尿比重达到1.025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主任，他现在还是呕吐的很厉害，我特意给他做了很多营养餐，可他一口都吃不下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天天这样，孩子怎么吸收到营养啊？这个孕妇跟我透露过，她有流产的想法。但是这个婆婆给她的压力太大了，让她不停地吃东西。但是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吃下东西。您的担心我很理解，但是有个情况我必须要跟您解释一下。这种妊娠剧吐呢，跟我们平常怀孕的恶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一种病，不是心理作用，也不是矫情，需要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家属的关心和理解呢，对于孕妇来说非常重要。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我一直特别用心照顾我的儿媳妇。您是好婆婆，儿媳妇呢也是好儿媳。您不知道的是，我们医院里面有过就是妊娠剧吐很严重的，撑不下去了，跟家人商量以后呢，选择把孩子流掉的也是有的。您的儿媳妇啊已经很坚持了，她这么坚强，你得鼓励一下她。谢谢黄主任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接下来怎么治疗？聪瑞，你说说。暂时禁食，充分静脉补充营养，静脉每日注射3000到3500毫升，补充钾离子、钙离子，补充热量，加入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6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尽快纠正低钾低钙血症，纠正脱水状态。治疗期间密切监测血电解质、尿常规、血气分析等化验，严格记录出入量。根据尿量补液。好的。王倩倩32岁，孕20周，昨天晚上120拉过来的。她是因为做家务后阴道少量出血，B 超显示可疑胎盘早剥。那你们的治疗意见是什么？杜弟，以王倩倩的临床表现看来，继续保胎风险很大，应该尽早终止妊娠。你的意见呢，聪瑞？以 B 超的情况来看，确实可以终止妊娠，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建议还是保一保，因为她患有多囊卵巢，结婚7年了都没有怀孕，就是这个宝宝都是看了好多年不孕不育才怀上的。如果这一次给她留了，那恐怕以后很难再有做妈妈的机会了。黄主任，您就帮帮我吧，我真的很想留下这个孩子。这样吧，首先保胎，我会给你再找一个有经验的 B 超医生，给你再做一次 B 超。如果没有新鲜出血，各项指标都良好的话，可以尝试保一下这个胎。太好了，谢谢您黄主任，谢谢您吴医生。
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叫陈平。陈平。医生，我们这次必须剖腹产啊。她生过2胎了，都是顺产，现在没有剖腹产的指征。她是经产妇，第3胎顺产应该没问题的。可是那2胎都死了。怎么死的？生下来不到12个小时就死了。你看我们家这个儿媳妇啊，又矮又小，屁股这么小，孩子顺产时肯定是给挤死的。不可能，肯定有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。孩子做过尸检吗？那么小的孩子做尸检，那不是作孽吗？我们没做。你们之前是没跟医生说吗？为什么病历上没写呀？这么丢人的事儿，我们还好意思到处嚷嚷啊？反正这回必须得剖。啊，这样吧，我跟上级医生商量一下，然后我再回复你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您一定要帮这忙啊。我叫袁雅，预产期过了，我要顺产。有宫缩了吗？没有。一般这种情况，预产期是40周。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特殊问题的话，不需要终止妊娠，可以等到41周的时候进行引产，可以自然分娩。引产失败再转剖宫产。如果还有其他合并症的话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我必须要顺产，这个就要看你的发动情况，还有胎儿的具体情况再判断了。我的判断没有问题。都进了医院了，还要自己判断的话，那要我们医生做什么？你们医生说的也不一定全对啊。你们的意见我们都会考虑的，稍安勿躁啊。你别跟患者计较了，他预产期过了肯定特别着急啊。进了医院不听医生的，那就别来啊。现在的患者呀，主意都特别多，他们会上网自己查。你要是随着他们情绪跑了，他们就会告你态度不好的。有时候呀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你看我就笑，哎，患者对我什么样我都笑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呀。难怪护士长夸你情商高，我可笑不出来。